好了，那我们完成今天的结构修剪之后呢，我们再次来去看一下它刘海的烫发啊。今天我们只烫刘海烫啊，别的地方我们不去选择烫发了。那在长度上面你会发现，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在现场剪完这个长度，来看一下啊，这个长度通常剪完之后呢，在鼻尖处的位置吹完造型，它可能会有点弧度，但是它会有点挡眼睛，客人特别的不喜欢。可能会选择直接放在两侧去区分。那在整个刘海烫的位置，我们可以分出三角分区，从刘海基准点完成左右两侧退化点的三角分区线啊，把这两侧头发夹好。好，所有头发向前梳理。来，我们现在先涂抹药水啊，刘海中心点发尾，在它一半以上一点的位置来涂抹软化。在上一集的短发上也是采用到了这个方法啊。那我们今天为了要在染发之后，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快速烫的效果。来，另一侧同样的完成刚刚第一片的软化位置去进行涂放。涂抹药水完之后，我们直接进行上杠。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杠芯，我们是选择是20号啊。选到我们刚刚软化的位置即可。OK， 这是第一个杠芯水平向内即可啊。然后将左右副刘海区的刘海梳理在刚刚第一片的梳理在第一片发片的位置上，两片重叠在一起，聚拢在一起。两片夹紧，在副刘海区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也是角度拉高，同样选择20号杠芯，进行卷到刚刚软化的位置上。这个刘海烫呢，极具的商业啊，在现场很实用，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整个的刘海烫的一个方式，把主刘海分出黑眼睛垂直，黑眼珠垂直上去，大概在这个宽度上，水平向内，与头皮成0度。左右两片副刘海区的位置呢，同样的夹照我们主刘海区的发片向上的位置，角度拉高，水平向内，同样的卷芯20号。那现在呢，我们就进行加热。好，在这里呢，大致的去进行加热，然后进行定型啊。好，接下来我们完成拆杠的动作。这两边是副刘海的区域。接下来到主刘海的位置。那我们现在去冲洗。好，那现在完成整个的刘海烫发之后呢，重新再来完成整体的刘海修剪。从正中心的发片取出一线，长度定在它的内眼角的位置。左右两侧的位置相同的方式。
这个流向就很漂亮了，映射也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刘海修剪完之后，它的流向很自然，映射也是一样。好，我们现在大致的就把刘海的长度全部修饰出来了，好，完成吹干。自然抖干就可以了啊，这个幅度呢就会很自然。然后再用冷风给它冷却一下，冷风直接吹干。来，我们再去观察一下这里的刘海，特别自然，可以看到流向，加入到这些鬓角的纹理线条，它的衔接程度是非常柔美的。这个刘海烫很实用啊，大家在实战当中的话呢，先烫，长度比例先设定好之后先烫，烫完之后呢，然后再去剪，剪完之后自然抖干，整个幅度就很漂亮了啊，特别高级的一个流向。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烫到卷到我们快接近根部的位置的时候，然后再来完成修剪，整体的刘海就会衔接的幅度非常的自然。这种方法呢，大家可以去实时采用，而且头顶的这个根部的位置，它会自然而然会有个抛物线，中间高一些，这个左右两侧会收紧贴一些。它鬓角的位置，它吹干的时候，它的形状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加强它的鬓角烫的话，也能够去看这个效果。那接下来呢，整体的比例和修剪我们就完成了。好了，那这几期的视频为大家就分享到这边了啊。那一共有9集的视频。那最后呢，给大家稍微做一些简单的总结。大家在实战当中去运用这里面的视频技巧，更多的时候一定要去思考你要的美感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呢，通过比例的轮廓加上技术的应用来去达成一个最终的效果。那有的时候去烫完、剪完或者烫之前、剪完之后再烫都行，但是你要对技术的轮廓要有一定的把握跟控制的同时，那出现的效果截然会对你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帮助啊。这几款大家可以尝试的去练习，然后我们到时候也会在线下会做一些群，让大家来进行互动，有任何问题在群里面我们可以进行总结。好了，那这几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好，希望大家可以重新一下认识我们这边的一些课程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拜拜。